一天，许世友将军看着女丁们出操，问他的部下张富华：“你看上哪个了？”张富华指着张宁的妈妈说：“就要那个太阳嘛。”上期我们回顾了党怎么把中国人关进了老婆包分配的笼子。到了50年代末，连农民结婚都要听党分配，黑五类成为了彻头彻尾的婚姻鉴定。这一期我们要讲的故事更加残酷。当中国人尝试去打破这个笼子，追求爱情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文革的确恐怖野蛮，但很多人没留意到，文革初期的党组织秩序崩塌，反而给了普通人一点点反抗的空隙，让浪漫有了萌芽的空间。顺民只能等待分配，勇敢的人才能拥抱爱情。文革刚开始的红8月，许多高干子弟组成的老红卫兵变本加厉地迫害黑五类，比如人们熟知的剃阴阳头火烤老师手臂、强迫同学狗爬，都属于这类例子。但是由于毛泽东很快将矛头对准了党内的当权派，有些非红五类出身的草根，甚至黑五类出身的人也趁乱参加了革命，组成了造反派。他们打和干部子弟为主的保皇派对抗，对各种搞反右、大跃进的老干部进行报复。比如老干部吴芝圃、赵文甫在河南搞大吃饱，光是信阳就死了超过100万人。文革的时候，以大学生党延川为首的造反派竟胆去信阳调查饥荒的死亡情况，清算这些老干部。当一个人不再甘于做一个配给制的零件时，他身为人的魅力才会显现。随着老干部们被批斗，配给式婚姻也遭到了冲击。在这个无秩序的混乱、狂飙突进的时期，出现了各种诗人、思想家、武斗领袖，有草根甚至黑五类出身的人也开始反抗老干部的种姓制度，获得了广大异性的好评。而他们的魅力都是由个人的大胆思想、气质和行为催化的，而不是因为党组织的拉郎配而产生的。在大串联的混乱中，原本被圈禁在各自的工厂、学校、生产大队的青年们在全国各地游荡，发生了许多老干部们无法想象的浪漫爱情。当然，文革这种失序的混乱也造成了很多悲剧，比如说知青上山下乡，适龄青年男女突然遭到了一个共同的劫难，触发了爱情。但是最终一方返程了，一方没能返程。还有女知青为了返程，就被迫和贫下中农怎么样的。总之文革时期的婚恋和性是一个比较多元、庞杂、比较丛林的一个状态。这个时期甚至出现了一些皇叔。虽然党权力在性和婚恋当中还是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但是纯粹基于个人气质而产生的爱慕已经在社会上萌芽了。在政治运动的混乱中出现了短暂的自由，人们又重新开始从个人的气质、个人的能量，而不是组织关系或者是维护集体稳定的视角去审视爱情和婚姻了。然而这种短暂的浪漫只是昙花一现，很快造反派就被毛泽东抛弃了。军队在全国各地血腥镇压造反派，出名的道县屠杀、广西吃人都属于这类镇压。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几张照片，大家可以猜猜这几张照片反映的是什么情况呢？是吧？是国共的内战吗？是建国初年的剿匪吗？还是二战期间的轰炸吗？是吧？都不是的，是吧？这就是在文革期间出现的出动军队镇压造反派的一个场面。当造反派被投入监狱、被处决、被流放，那个听党分配的制度又回来了。你就不能主动一点吗？你说什么？文革结束后，出现了一种分裂的现象。很多中国人，尤其是精英阶层，虽然身体还被困在婚姻配给这里，但心灵已经开始追求自由恋爱了。在制度层面，性专营随着国家机器的恢复而强势回潮。在拨乱反正的初期，集体经济和50年代的旧秩序得到了全面恢复。
80年代是中国国营企业包括农村的集体经济发展最好的一个时期，所谓企业办社会嘛。这个时候大多数人的婚姻本质上依然是组织安排的一部分，集体决定单位介绍条件合适的对象。性专营的机制本身没有变，改变的是外层的意识形态。对集体的忠诚，对单位的依附，仍然是婚恋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环。很多普通中国人们并没有从改革开放初期获得更大的个人自由，反而更加以在国家体制、国企的经济模式中生活为荣。身份政治的婚恋还是继续着，大量的农村人依然想去当国企员工，摆脱农民这个身份，因为农民是一个低贱的、被排除在社会主义经济之外、带有浓重资本主义元素的职业，他们被圈禁在户籍的所在地。与之相反，工人是荣耀的、社会主义的象征。所以那个时候，非农业户口在婚恋当中的重要性是空前提高的。但是在精神层面，婚姻配给制受到双重打击。一方面，实用主义开始流行，所有的意识形态通通都在退下自己的王冠。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运转的逻辑改变，金钱的地位提高了，社会各阶层谈论婚恋方面的竞争力，都不那么从意识形态又红又专的党权力角度出发了，而是开始更加现实一点，将物质基础作为婚姻恋爱的前提条件了。大量的体制内优秀青年下海，农村经营能手开始致富，逐渐使得这个体制外的成功人士也成为了一种受人憧憬的理想伴侣形象。另一方面文革式的浪漫主义和西方文化的涌入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人们开始狂飙突进地追求爱情、个人的性魅力还有自由。对爱情的向往和对政治自由的追求，在1989年达到了一个历史性的共振点。Going too much. 10 square. Why? I think this is my duty. 6·4是对文革式浪漫的直接继承，很多文革的造反派到了80年代都积极参与了民运。虽然他们喊的口号意识形态从强烈的毛主义变成了自由主义，但是他们传承了那种狂飙突进的原始自由精神，还有对于专营制度的反叛。几十年来的第一次，恋爱又变成了吉他与诗歌，运动场上的欢呼与民主墙上的呐喊。天安门广场事件扼杀了这一条以文革开始、以6·4为高潮的理想主义爱情萌芽。89年之后，中国政治保守化、经济自由化。政治上，中国又回到党一家独大、完全不想改革的方向去了。但经济上，由于苏联解体和国企的低效，计划经济彻底失败，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国营企业以及50年代秩序带来的所有经济形势，通通受到了严重冲击，很快陷入了名存实亡的境地。党的各种基层组织都开始崩溃，婚姻配给制也随之崩塌了。像工厂里面的党委会、农村乡镇里面的农业学大寨小组，这些曾经像毛细血管一样监控个人生活的基层组织，在90年代都名存实亡了。曾经负责给人相亲、开联谊会、管人作风问题的妇联工会居委会作用都虚无化了。由于婚姻配给制已经趋于瓦解，人们社会主义式的性道德观念也开始急剧的瓦解。8964的失败粉碎了公众的政治理想，弥漫全社会的把人当成资源的底层视角，遇上黑猫白猫的实用主义，让金钱成为了唯一的信仰，有钱就是一切。婚恋彻底市场化了，变成一种金钱和性资源的交换。性从业者、彩礼这些又重新出现了。香港、台湾的出租车司机在深圳、东莞包大学生做二奶。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像媒婆彩礼甚至人口买卖这种明清遗留下来的婚恋习俗迅速地占领市场。在城市当中，压垮性专营体制的最后2根稻草是大下岗和福利分房停止。当曾经无比骄傲的国企工厂员工不得不推着自行车送老婆去夜总会工作的时候，性专营的道德体系已经沦为了一个残酷的笑话。
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婚姻配给制彻底的崩溃了，中国人的婚姻和恋爱进入了野蛮生长的丛林时代。党的力量无法再维持配给制的家庭，被控制的社会又突然被放开，让人们只剩下解体的道德观，什么都要等着组织安排的巨婴心理，还有社会主义螺丝钉一样一昧跟风的身体习惯。有些人在80年代还是出于惯性，随便找个条件类似、没有感情的对象凑合过。但后来随着事业发展，婚姻就难以维持，留给家庭无尽的背叛与冷漠。另一种人曾经憧憬过爱情，却被80年代末的理想破碎，兜头浇下一盆冷水。无数最优秀的青年争相逃离，和国内的一切挥手作别，包括爱情。祛魅的中国人迅速被金钱洗脑，很多新富起来的人缺乏任何形式的精神寄托，把一切意义都投入到糜烂生活中去。他们的观念就是有钱就能有女人，有钱就是一切，而爱情则是世界上最可笑的东西。正是因为党组织已经失去了从源头控制人们婚配的性专营制度，所以他只好开始紧抓意识形态，和一切性不道德、性犯罪、为金钱施取的性观念宣战，作为自己没有失败的一种遮羞布。他不能再建构什么，只能根据意识形态打击他看不顺眼的东西，从干预婚恋实际运行的方式来维持权力在性当中的临在。90年代出现了严打、抓计划生育、抓淫秽色情等社会整顿行为，警察可以随意闯入民宅查禁成人制品，夫妻在家看黄碟被抓走判刑，情侣开房被定为流氓罪、淫乱罪。党组织对于性专营时代的种种怀旧式的意识形态无比的被高举，无比的强调化，发展到了今天，成为中国人对于婚恋一切想象的原叙事。听到这里的观众朋友，我们想告诉你，你经历的一切，你破碎的原生家庭，你的自毁倾向，你有钱才配去爱的执念，很多时候不是出于个人的缺陷，而是巨大的社会改造工程留给我们的心灵废墟，是宏大叙事破产之后刺入我们身体的碎片。只有了解这些，你才可以理解自己的欲望和痛苦，寻找人生的自由。如果你想了解新一代人婚恋观念的彻底崩塌，计划生育、应试教育等意识形态如何影响当代的中国性别对立，请看第3期《精分的党妈与无解的家庭解体》。